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太可惜，白玉兰致命失误曝光，赵丽颖输得太冤了。近期一条旧闻意外翻红，在网络上再次掀起讨论浪潮，也让很多人对当年白玉兰事后归属产生了新的理解与反思。原来，当年赵丽颖在颁奖现场那一瞬间的沉默与落寞，并不是外界以为的输不起，而更像是一种被误解后的无声委屈。那一年，赵丽颖携《风吹半夏》中许半夏一脚强势冲击奖项，几乎是当届事后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之一。为了这次参评，整个团队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从全剧中反复筛选出最能体现角色层次与演员爆发力的高光片段。这些片段并非简单的情绪输出，而是完整呈现了许半夏从草根起步，到在时代浪潮中摸爬滚打，再到最终逆风翻盘的全过程。人物有成长，有裂痕，有崩溃，也有重建，情绪推进层层递进，几乎构成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完整弧光，属于那种让人看完会沉默的表演。然而，谁也没有预料到，颁奖直播现场出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失误。平台临时更换了展播素材，并没有播放原本报送的高光戏份，而是替换成了一段相对平淡的日常画面，仅仅是许半夏轻轻涂口红的几秒镜头。这个片段虽然柔和，却缺乏冲突，没有情绪起伏，也看不到人物的复杂性，更无法体现演员在台词与情绪层面的爆发力。与此同时，其他入围演员所展示的片段则截然不同，几乎清一色是情绪张力极强的炸裂名场面。在这种明显不对等的展示条件下，观众与评委所看到的许半夏已经不再是那个完整立体、层次丰富的角色，而变成了一个被压缩、被削弱的单薄形象。呈现效果的巨大落差，也直接影响了现场的观感判断。也正因如此，当晚赵丽颖全程保持安静，神情平和却难掩低落。过去很多人误以为那一刻的沉默只是因为失去奖项的遗憾，但随着真相逐渐被揭开，大家才慢慢意识到，她真正难过的并不是结果本身，而是那份被认真准备的作品，被反复打磨的角色表达，以及团队投入的全部诚意，最终被一次技术性失误轻轻带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误读。不过，真正了解作品的人，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观众，其实心里都有一杆秤。风吹半夏播出后迅速引发热议，口碑与收视双线走高，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当年极具代表性的爆款剧集之一。许半夏这个角色独立、坚韧、敢拼敢闯，既有时代气息，也有鲜明人格力量，被不少观众评价为国产剧中极具代表性的女性角色之一。赵丽颖也凭借这部作品，在后续接连收获飞天奖、金鹰奖等重量级认可，用实打实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表演实力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这些来自官方与大众的双重肯定，比任何一次颁奖现场的结果都更具分量。娱乐圈的奖项本就存在偶然性，现场呈现也难免出现不可控的变量，但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从来不是某一夜的颁奖结果，而是一个个真正立得住的角色，是一次次能被时间验证的表演积累。剪辑可以改变片段呈现，但改变不了作品本身的质地。所以回过头再看那一晚，很多人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所谓输，从来不是实力的否定，而只是一次被意外打乱的呈现方式。而赵丽颖所承受的，也并非失败，而是一场被误读的遗憾。很多人后来再回看那届白玉兰，才突然发现，原来赵丽颖当晚的沉默，真的不是输不起，而更像是一种努力被忽略后的无奈。其实这些年，关于赵丽颖的争议从来没有断过。有人说她是流量出身，有人说她靠观众缘，
有人甚至觉得他离真正意义上的实力派始终差一点。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一路被质疑的人，却总能一次又一次用角色把所有声音压回去。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就是最好的证明。许半夏这个角色不好演，因为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女主，她不完美，不温柔，甚至有点锋利。她会算计，会倔强，会为了生意硬撑到底，也会在深夜里露出脆弱和疲惫。这样的角色一旦演不好，就容易变成用力过猛。可赵丽颖偏偏演出了那个年代女性真正的生命力，尤其是很多细节，现在回想起来依旧很有冲击感。她谈生意时的眼神，面对背叛时强忍情绪的停顿，还有一次次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那种狠劲，都不像演出来的，而像是真的活成了许半夏。很多观众追剧的时候，甚至会忘记她是赵丽颖，只会记得那个在时代洪流里拼命生长的女人。也正因为如此，当年大家对她冲击白玉兰，其实是抱着非常高期待的。可最让人遗憾的偏偏就在这里，原本最能展现角色厚度的高光戏份没有播出，取而代之的却只是一个安静涂口红的镜头。单独看那段画面当然很美，甚至还有一种女性独有的柔韧感，可问题在于它根本无法代表许半夏这个人物真正的灵魂。当其他演员都在播放情绪爆发、戏剧冲突最强的名场面时，赵丽颖却被留在了一个几乎没有情绪张力的生活化瞬间里。观众看到的不是许半夏的挣扎、野心与成长，而只是一个淡淡的侧影。那种落差感其实非常致命，因为演员最怕的从来不是输，而是没有被真正看见。现在很多人终于能理解为什么那晚的赵丽颖会那么安静。她没有失态，没有黑脸，也没有任何多余回应，只是静静坐在那里。可恰恰是这种沉默，后来再回头看，反而更让人心疼。一个演员最珍贵的东西，其实就是角色。而风吹半夏对赵丽颖来说，明显不只是一次普通拍戏，那是她从古偶花旦真正迈向成熟演员的重要一步。她把自己这些年的阅历、成长、疲惫甚至不服输，全都揉进了许半夏身上。所以当作品没有被完整呈现时，那种遗憾一定不是一句没得奖那么简单。但也正因为时间过去了，大家反而越来越能看清一件事，真正有分量的演员从来不会因为一次奖项结果被定义。风吹半夏播出后，为什么能让那么多人反复重刷？因为观众能感受到角色身上的真实感，尤其很多30-40岁的观众对许半夏特别有共鸣。他不是天降好运的人，而是一路咬牙硬拼出来的人。他经历过轻视，也遭遇过现实毒打，可依然不认输。这样的角色其实和赵丽颖本人的成长轨迹某种程度上非常相似。从农村女孩到娱乐圈顶流，再到如今被主流奖项认可的双料视后，赵丽颖一路走得并不轻松。她没有特别耀眼的背景，也不是一出道就被资本力捧的人。她能走到今天，靠的恰恰就是那股不服输的韧劲。也正因为这样，观众才会越来越相信她。后来飞天奖、金鹰奖接连给出认可，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真正好的表演或许会迟到，但不会永远被埋没。一个角色有没有生命力，观众最清楚；一个演员有没有实力，时间也最清楚。如今再回头看那场白玉兰，反而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遗憾当然存在，但这种遗憾并没有击垮赵丽颖，反而让更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她的表演价值。因为真正厉害的演员从来不是靠一座奖杯站稳脚跟，而是靠角色留在观众心里。而许半夏早就已经留下来了，所以很多人现在提起那晚，最大的感受已经不是他输了，而是太可惜了。可惜的不只是一次展播失误，更是一个本该被完整看见的角色，没有在那个最重要的舞台上
以最好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好在，时间最终还是给了答案。奖项会过去，热搜会消失，可真正好的角色不会。直到今天，还有无数观众提起许半夏时会说一句：“赵丽颖那次真的演得太好了，连心疼都有时差。”赵丽颖这句台词戳中了多少成年人的隐痛。2023年白玉兰奖颁奖礼现场，赵丽颖安静地坐在台下，大屏幕播放入围作品评审片段时，她的表情有一瞬间明显僵住，像是某种情绪被突然按下暂停键，但很快又恢复成惯常的礼貌微笑。屏幕里出现的并不是外界期待中的高光戏份，而是一段她对着镜子涂口红的日常桥段，平淡、克制，甚至显得有些寡淡，几乎看不出表演的层次与爆发力。外界当时只以为她只是因为与奖项失之交臂而略感失落，直到很久以后，粉丝重新翻查旧资料，才一点点拼凑出被忽略的真相。当年报送评审的原片本应是《风吹半夏》第23集那场情绪与演技都极具冲击力的重场戏，是角色真正炸裂的高光时刻。然而最终在现场播放的却被替换成了那段毫无说服力的涂口红镜头。至于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替换，始终没有任何官方或明确的解释留下来。赵丽颖本人对此没有任何回应，没有解释，没有申诉，也没有任何情绪外放的暗示。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大屏幕播放着与自己预期完全不同的内容，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鼓掌、微笑，平静地完成整个流程。3年后，当粉丝终于把这些碎片拼起来时，那种迟来的心疼几乎瞬间溢出屏幕。但问题是，当这份心疼真正抵达时，他早已不在原地等待任何回应了。很多成年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迟钝领悟，事情发生当下毫无察觉，过了很久才突然看懂某个人、某段关系或某个瞬间，然后被一种迟到近乎无力的情绪击中。翻旧照片时，才发现父母某一年的笑容其实带着疲惫和勉强，而当时的自己却只顾着吃喝玩乐，完全没有读懂那份隐忍。多年后参加同学聚会，才从别人零散的叙述里拼出某段往事，突然明白那个曾经熟悉的朋友为什么毫无预兆的消失。你甚至会生出冲动，想拨通那个早已停机的号码，却发现对方早就彻底离开了你的生活轨道。更常见的其实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被裁员了，却不敢告诉家里，每天依旧按时出门，坐在咖啡店里修改简历，投递面试。3个月后终于拿到新 offer， 回家吃饭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换工作了。父母愣了一下，只回一句哦，那挺好的。很久之后，你的母亲才在某个夜里红着眼眶说，那3个月她几乎每天都睡不着，但又不敢开口问你一句。赵丽颖这件事之所以让人心里发紧，也正是在这里。粉丝的心疼是真实的，但当他们终于理解发生过什么的时候，那段被误解或错置的时刻，其实早已经翻篇了。他凭借同一个许半夏，接连拿下飞天奖与金鹰奖2座视后奖杯，用更高规格的认可完成了自我证明。而最让人难受的，恰恰是这种已经不再需要解释的结局。所有迟到的补偿都显得多余，却又无法不让人唏嘘。赵丽颖这个人一直给人一种很硬的感觉，被质疑时不解释，被误解时也不解释。许半夏刚播出，尚未拿奖时，有人批评他用力过猛，他没有回应。白玉兰那次风波，他完全可以在事后为自己发声，但他没有。他选择把那些情绪全部咽下去，像咽下一口滚烫的水，痛感在喉咙里翻滚一下，然后就此作罢。拍楚乔传的时候，他在内蒙古的沙地里被反复拖拽，满身是伤，但在采访里只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挺开心的。拍风吹半夏时，他为了角色反复调整体态，增肥再减肥，把那种既莽撞又精明的生命力一点点没进骨子里。
剧集播出后接受采访，他依旧很少谈自己的辛苦，更多时候是在感谢剧组、导演和对手演员，仿佛所有的付出都不属于个人，只属于作品整体。这样的人早就习惯了把一切扛下来，然后默默翻篇，从不回头展示伤口。所以当白玉兰那段 VCR 在台下被播放时，他短暂的错愕被镜头捕捉到，也不过短短几秒。很快他就恢复如常，继续完成所有流程，没有解释，也没有再提起。这种迟来的心疼，就像你追完一部剧的大结局后，突然刷到被删减的片段，才发现主角当年经历过你从未注意的委屈。你会愤怒，会不平，甚至想穿越回去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但现实是，时间早已往前走远，当事人也早就不再需要任何补偿性的共情。后来他凭风吹半夏拿下飞天奖，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他手握奖杯，眼眶微微泛红。他感谢剧组、导演以及所有合作的演员，在提到许半夏这个角色时停顿了一下，只说了一句：这个角色教会我很多。他没有提白玉兰，没有提那段被替换的影像，也没有提任何委屈与遗憾。他只是站在那里，以一种完成后的姿态接受所有结果。那个曾经没有在白玉兰舞台上被呈现的高光表演，最终在更大的舞台上被重新看见，被彻底认可。没有争辩，没有控诉，他自己把该拿回来的东西拿了回来。这就是他的方式，不解释，不卖惨，然后用结果说话。所以连心疼都有时差这句话之所以刺痛人，并不只是因为白玉兰那件事本身，而是他提醒了一个略显残酷的现实：当你终于心疼一个人的时候，对方可能早就已经走出了那段情绪；当你终于理解一个人的时候，对方可能早就不再需要你的理解。但这并不完全是遗憾。赵丽颖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有些委屈不必当场争辩，有些答案时间会慢慢补齐。她没有被某一个片段定义，也没有被某一次错位的呈现困住，而是用一座又一座更重的奖杯，重新书写了自己的位置。有些迟来的心疼，无法改变过去，但也提醒了我们另一件事：当年没有被接住的自己，后来也可以自己接住。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追着世界讨说法，而是把曾经失去的一点点拿回来，然后继续往前走，不回头。很多人后来再回看那届白玉兰颁奖礼，都会被赵丽颖那个短短几秒钟的眼神刺一下，不是因为她落选本身，而是那种成年人特有的克制感太真实了。她明明愣住了，却又在下一秒迅速恢复平静。那种感觉特别像什么？像你在会议室里突然听见领导把原本属于你的方案署上了别人的名字，像你熬了几个通宵做完项目，最后汇报时却只剩一句轻飘飘的大家都辛苦了。也像很多人在人生某个瞬间突然发现事情的发展和自己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但你不能失态，只能继续坐在那里，继续微笑，继续鼓掌。最扎心的地方恰恰在于，当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为什么会突然沉默，直到后来网友重新翻出资料，才发现原本送审的重点戏并不是现场播放的涂口红镜头，而是风吹半夏里真正情绪炸裂的一场重头戏。也就是说，那一晚坐在台下的赵丽颖，其实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看见自己最重要的表演被换成了一段最普通、最无法代表角色厚度的片段。那一瞬间，他心里一定是失落的，可他没有说，他甚至没有替自己解释依据。现在再回头看，会发现赵丽颖这些年最特别的一点，从来不是所谓逆袭大女主的标签，而是她身上那种极少见的沉默力量。娱乐圈里很多人一旦受委屈，第一反应是发长文、买热搜、讲故事，但赵丽颖不是，她更像一种老派演员，习惯把情绪藏起来，把所有不甘都消化掉，然后继续往前走。
这种性格其实特别像很多中国家庭里长大的成年人。小时候摔疼了，父母会说别哭；长大后受委屈了，社会会告诉你成熟一点。久而久之，很多人都学会了不解释、不倾诉，把所有情绪往心里压。不是不难过，而是知道有些东西说了也没用。所以后来大家才会对那段视频之后觉得心疼。因为人到了某个年纪就会发现，真正难受的从来不是当场的委屈，而是很多年后你突然看懂了某个人当时的沉默。就像有一天你翻旧照片，才发现父亲那年已经满头白发，像多年后你才知道，原来母亲曾偷偷为你的工作失眠。又或者某个深夜你忽然意识到，曾经那个突然和你断联的朋友，其实早就在独自经历人生最低谷。成年人的情感总是有时差的，很多理解来得太晚，很多心疼也来得太晚。而赵丽颖这件事之所以让那么多人破防，就是因为她精准戳中了这种迟到的共情。最难受的是，当大家终于开始替她不平的时候，她已经翻篇了。她后来凭《风吹半夏》拿下飞天奖，又拿下金鹰奖。那些曾经质疑她的人慢慢闭嘴，那些曾经没看懂她表演的人也终于承认，许半夏这个角色确实演得好。可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再提过白玉兰，没有卖惨，没有阴阳怪气，没有借机煽情，她只是继续拍戏，继续往前走。这种处理方式其实很厉害，因为真正成熟的人早就不执着于向全世界证明自己受过委屈。很多人年轻时总觉得受了误解一定要解释清楚，丢掉的东西一定要立刻拿回来。可后来才会明白，有些公道未必能马上等到，有些答案也只能交给时间。而赵丽颖偏偏就是那种特别能熬的人。拍《楚乔传》时，她在沙地里被拖拽得满身淤青；拍《风吹半夏》时，她为了角色反复调整状态，把许半夏那种野蛮生长的劲儿一点点揉进人物骨头里。她很少谈自己吃过多少苦，也很少把努力挂在嘴边，但观众会慢慢看到，真正有力量的人从来不靠眼泪证明自己，他们靠结果。所以后来很多人在看赵丽颖，会发现她身上最动人的地方，其实不是漂亮，不是流量，也不是奖杯，而是一种特别稀缺的生命力。她被低估过，被误解过，也被轻视过，但她从来没有停在原地反复诉苦。她像那种跌进泥里也会慢慢爬起来的人，哪怕没人扶，哪怕没人理解，也照样继续往前。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30岁、40岁甚至50岁以上的观众开始喜欢她，因为大家终于看懂了，她演的很多角色其实都带着她自己的影子。许半夏也好，何幸福也好，都是那种不轻易喊疼的人，哪怕被生活撞得头破血流，也还是要咬着牙站起来。而现实里的赵丽颖，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所以连心疼都有时差这句话才会那么扎心，因为它让人突然意识到，很多时候，当你终于理解一个人的时候，对方早已经不再需要你的理解。当你终于想抱抱那时的他时，他已经学会自己消化所有情绪了。可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站在领奖台上的样子才格外动人。他没有靠任何人替自己讨回公道，而是靠作品，靠角色，靠时间，一步一步把属于自己的位置重新拿了回来。这种赢才最有分量，也是成年人世界里最安静却最有力量的反击。金鹰奖事后争夺战打响闫妮宋加杨幂赵丽颖，谁能笑到最后？6月30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第2阶段入围名单正式公布的消息一出，便迅速在行业内外引发广泛关注。本轮共有26位女演员携各自代表作品进入激烈角逐，官方投票通道也同步开启，投票时间将持续至7月6日24点整。这不仅是一份名单的更新，
更像是一场年度荧屏实力的集中检阅。纵观本届入围阵容，覆盖了老、中、青三代演员，不同年龄层、不同表演风格的演员同台竞技，多部年度爆款剧集的女主角正面交锋，甚至不少演员凭借多部作品同时获得参评资格，使得整体竞争热度明显高于往届，也让这场视后之争从一开始就充满悬念与张力。多剧参评成为本届入围名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下优质演员的创作密度与行业认可度。闫妮凭借《小巷人家奇迹》2部口碑与热度兼具的作品成功入围，她在不同角色间的切换能力再次得到肯定。梅婷则携《六姊妹》等3部作品同时参评，展现出稳定且高产的表演状态。刚刚斩获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杨紫，也带着《生命树》国色芳华2部作品加入竞争行列，从古装到现实题材的跨越，进一步强化了她的市场号召力与观众缘。这些名字叠加在一起，让本届名单更像是一场年度表演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折射出行业对高质量产出的持续追求。本次投票机制同样备受关注，采用专业评审、行业会员与大众投票相结合的3方权重计分体系，其中专业评审意见占比60%，视协会员投票占25%，大众网络投票占15%。这一结构既确保了奖项评选的专业性与权威性，也为普通观众保留了参与表达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每位用户仅有1次投票机会，且需在2至6位候选人中进行选择方可提交。这种设置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单一偏好集中化，使评价更加分散，也更具参考价值，同时也让投票本身带有更强的慎重性和参与感。而真正让本届视后之争充满看点的，是几位头部演员之间的强势对垒。闫妮作为已拥有飞天奖与白玉兰奖加持的实力派演员，若此次再度胜出，将完成电视剧3大奖大满贯的重要成就。其意义不仅在于奖项本身，更在于职业履历的完整闭环。宋佳则凭借豆瓣9.6分口碑剧《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一角强势出圈，角色的现实厚度与情感张力使她持续保持极高的观众好感度，成为本届竞争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杨幂则在《生万物》中大胆挑战农妇角色，为贴近人物选择素颜出镜并主动增重，以颠覆以往形象的方式完成突破性表演，被外界视为本届最具冲击力的黑马候选之一。赵丽颖作为2次金鹰视后得主，本次再度回归竞争，有望冲击个人第3座金鹰奖杯。其稳定的作品输出与角色完成度同样备受期待。随着投票通道正式开启，相关话题迅速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热搜榜，讨论热度持续攀升。从目前舆论走向来看，这不仅是一场奖项归属的竞争，更是一场关于演技、作品与观众认同度的综合较量。最终结果既取决于演员作品本身的口碑厚度与角色塑造力，也与后续观众投票支持密切相关。所有悬念都将留待7月下旬举办的金鹰奖颁奖典礼正式揭晓，而这段等待本身也已成为行业与观众共同关注的焦点。今年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的竞争确实比很多人想象中还要激烈。当26位女演员的名字同时出现在第2阶段入围名单里时，很多观众第一反应不是谁稳赢，而是这一届太难选了。因为能走到这一轮的演员，几乎每一个都拿出了真正有讨论度、有代表性的作品。对于观众来说，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奖项评选，更像是过去1年国产电视剧的一次集中阅卷。闫妮无疑是这届呼声极高的人选之一。小巷人家里的她依旧有那种特别生活化的感染力。很多演员演母亲、演普通人，会让人觉得在表演，但闫妮最厉害的地方是她能把角色演得像真实存在的人。她一个眼神、一句家常话都有岁月沉淀后的温度。如果这次她真的拿下金鹰视后，
也意味着她将完成电视剧3大奖的大满贯。这种分量不只是荣誉，更是观众对一个演员几十年职业生命的认可。宋佳同样来势汹汹，《山花烂漫时》口碑之所以能冲到豆瓣9.6，并不只是题材加成，而是因为她真的把张桂梅那种坚韧、隐忍和信念感演出来了。很多观众看完以后最大的感受，不是宋佳演得好，而是会短暂忘记演员本身，只记得角色。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种能力。如今很多影视剧追求热搜，追求流量，但真正能留下来的，往往还是这种有真实力量的人物。杨幂这次则是最让人意外的一位。这些年关于杨幂的争议一直很多，有人觉得她太商业化，也有人质疑她的表演模式化。但生万物出来后，不少观众第一次意识到，她其实是愿意放下漂亮的素颜、增重、粗粝化表演，对一个长期处于聚光灯中心的女演员来说，并不容易。尤其是85花这一代，很多人依然困在必须时刻精致的焦虑里，而杨幂这次明显是在主动撕掉标签。如果最终能冲进最后赢家行列，它的意义可能不仅是一次获奖，而是一次行业认知的翻转。但要说这届讨论度最高的人，赵丽颖一定是绕不开的名字，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矛盾感。一方面，她已经是2届金鹰视后，按理说早该进入稳定收获期，可另一方面，她这些年却反而越来越拼，也越来越敢跳出舒适圈。从风吹半夏到后来的现实题材作品，很多人能明显感觉到，赵丽颖已经不再满足于演一个讨喜的女主角，她开始真正往角色内部走。其实很多观众喜欢赵丽颖，并不只是因为她红，而是因为她身上一直有种普通人逆袭的真实感。她不是科班最耀眼的那类演员，也没有天生高高在上的距离感。一路走来，她经历过被质疑、被低估，也经历过流量时代最残酷的舆论拉扯。但有意思的是，她从来不是靠喊口号证明自己，而是靠作品一点点往上走。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她在中年观众群体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因为大家会发现，她开始有了真正的沉淀感。年轻时的赵丽颖更多是灵气，现在的赵丽颖则多了生活磨砺后的厚度。她演角色时，那种疲惫感、倔强感、压抑后的情绪爆发，已经不再只是技巧，而是会让观众产生共情。尤其是在如今这个越来越浮躁的行业里，赵丽颖身上反而有一种难得的慢下来的气质。别人拼命曝光、拼命维持热度的时候，她却开始减少产量，更在意剧本质量。这种选择其实很冒险，因为娱乐圈更新速度太快了，一旦停下来，就可能被新人迅速替代。但她似乎已经不再焦虑这些，而是更在意角色能不能留下来。所以这次她冲击第3座金鹰奖，外界关注的早已不只是能不能赢，而是大家想看看一个从流量时代一路走出来的演员，最终能不能真正完成向实力派的全面转身。当然，金鹰奖最终花落谁家，现在还很难下定论，因为这一届几位热门候选人几乎都处于职业状态最成熟的时候。闫妮有厚重，宋佳有爆发，杨幂有突破，赵丽颖则有持续成长后的稳定输出。她们代表的其实也是国产剧女演员不同的发展方向。但某种意义上说，今年最值得高兴的，或许并不是谁赢谁输，而是观众终于又开始认真讨论演技了。大家会去分析角色塑造，会讨论演员突破，会关注作品表达，而不只是比流量、比热搜、比粉丝数据。这说明国产剧市场正在慢慢回到作品说话的轨道上，而这样的竞争才是金鹰奖最有价值的地方。原来是赵丽颖白玉兰 VCR 片段被换了。Hello 呀，宝贝们，今天一早，一条关于赵丽颖在白玉兰颁奖礼提名 VCR 中神情落寞的话题突然冲上热搜，
再一次把当年的白玉兰奖讨论重新拉回公众视野。时间明明已经过去很久，但关于那一届的记忆却像被轻轻一波又浮了上来，情绪也随之被重新点燃。有爆料称，当年白玉兰颁奖礼播放的 VCR 内容，并不是赵丽颖团队为风吹半夏精心报送的高光片段。按照原本的设计，应该呈现的是许半夏得知钢价上涨时情绪爆发、喜极而泣的重头戏。那是一场极具爆发力和情绪张力的名场面，足以体现角色的复杂性与演员的功底。然而，最终呈现在大屏幕上的，却被替换成了相对日常的生活片段，比如涂口红这样偏生活流、缺乏戏剧冲击力的镜头。这样一来，画面表达与角色核心气质之间出现了明显落差，也让不少观众在当时产生了疑惑与遗憾。毕竟，对于一个以演技被反复讨论的角色来说，那些真正有重量的瞬间，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部分。不过回头看，很多粉丝也表示能够理解赵丽颖当时的情绪反应。所谓的低落，更多可能来源于 VCR 内容与预期严重不符的意外感，而并非外界猜测的那种对奖项结果的失落。毕竟站在演员的角度，自己倾注心力完成的高光表演没有被呈现出来，那种被误读、被削弱的感觉本身就足够复杂。但这一次事件被重新翻出，也让不少人感到困惑，甚至质疑：如果爆料内容确有其事，为何当年没有引发讨论，反而要在多年后的今天再次被重新包装、重新抛出？这种时间点的选择，本身就让事件多了一层耐人寻味的空间。因此，也有不少声音提醒大家，面对这类旧事重提的内容，还是需要保持理性与判断力。毕竟情绪很容易被带动，但真相往往需要更完整的信息链条来支撑。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与其被片段化的信息牵着走，不如多一分冷静与观察，让事实自己说话。这条热搜之所以会一下子戳中那么多人，其实并不只是因为白玉兰3个字，而是很多观众直到今天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当年大家看到的，并不一定是风吹半夏里最能代表赵丽颖演技的那一面。说实话，当年看完整个提名 VCR 时，我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遗憾感。因为许半夏这个角色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那些轻飘飘的生活化镜头，而是她身上那种在时代洪流里拼命挣扎、咬牙往前冲的生命力。尤其是钢价上涨那场戏，赵丽颖把一个女人压抑多年后突然迎来命运转折的情绪演得太真实了。她不是简单的哭，也不是为了制造所谓高光而刻意爆发，而是整个人像突然被现实击中一样，眼泪、呼吸、表情全部连在一起，那种复杂情绪甚至会让观众跟着鼻酸。所以后来很多人得知，大屏幕最终播放的并不是这一段，而是偏日常、偏生活流的内容时，才会突然理解赵丽颖当时为什么会露出那样短暂而复杂的神情。因为对于演员来说，最难受的从来不是输赢，而是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没有被完整看见。尤其赵丽颖这些年的转型，其实一直都建立在打破外界固有印象这件事上。早年的她长期被贴着流量标签，很多人承认她红，却不愿意真正认可她的表演。可从风吹半夏开始，越来越多人终于发现，她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颜值，也不是所谓的话题度，而是她能够让角色真正火起来。许半夏为什么能火，并不是因为这个角色完美，而恰恰是因为她身上有太多真实的人性。她有野心，有欲望，有脆弱，有算计，也有女性在时代夹缝中的倔强。而赵丽颖最聪明的一点，就是她没有把许半夏演成传统意义上的大女主，她保留了角色身上的粗粝感，也保留了那种被生活反复磨砺后的疲惫感。这其实非常难，因为很多演员一旦演成功女性，就容易演成气场和口号。但赵丽颖不是，她
他演的是一个真正从底层一路爬上来的人，所以观众会相信他疼，相信他累，也相信他会在深夜一个人崩溃。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提名 VCR 真的错过了那些最有力量的片段，那种遗憾感其实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观众看到的可能只是角色的外壳，却没有真正看到赵丽颖赋予角色的灵魂。不过比起争论谁对谁错，我反而更感慨另一件事，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还是会反复提起赵丽颖在白玉兰现场那个瞬间？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观众能够感受到她是真的在乎角色，在乎作品的人。现在的娱乐圈并不缺漂亮演员，也不缺热搜明星，但真正会为了一个镜头、一场戏、一个角色投入情绪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时候观众之所以会心疼赵丽颖，并不是因为她没得奖，而是因为大家能感受到她是真的认真。这种认真藏不住，你会发现这几年赵丽颖越来越不像传统意义上的85花，别人拼曝光、拼红毯、拼营销的时候，她反而越来越安静。她开始减少无意义的综艺曝光，也不再沉迷流量狂欢，而是把时间留给角色。这种变化其实很明显，而真正成熟的演员往往都会走到这一步，不再急着证明自己，而是开始认真挑选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所以现在再回头看那场白玉兰，其实很多人的情绪已经和当年不一样了。曾经大家可能执着于的没得奖，可如今越来越多人在意的反而是一个演员有没有留下真正能被记住的角色。很显然，许半夏已经做到了。至于当年 VCR 到底有没有被替换，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其实或许只有相关工作人员才最清楚。在没有完整证据之前，确实没必要轻易下定论。毕竟互联网最容易放大的就是情绪。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其实已经被时间证明了，真正有力量的表演不会因为一个镜头被删减就彻底失去价值。因为观众记得，观众会记得许半夏在风雨里硬撑的样子，也会记得赵丽颖这些年一步一步撕掉标签的过程。她未必永远站在领奖台中央，但她早已经从流量明星真正走成了演员。而这一点也许比任何一次奖项结果都更珍贵。王一博主演电影《人鱼》重新备案立项，汤唯、王传君出演。最近，一部让影迷们期待已久的电影终于传来了最新消息。根据7月1日的报道，由程耳担纲编剧、王一博主演的电影《人鱼》近日以中外合拍片的形式重新备案立项，并一次性公布了全新的故事梗概。消息一出，王一博《人鱼》上映倒计时的话题迅速登上热搜，网友们的反应毫不含糊，这部超级艺术片终于要来了。这次公布的剧情梗概信息量极大，东北的漫长冬日，青年独自面对猝不及防的意外及其层层涟漪。越南河内，中年男人在循规蹈矩的表象下隐藏的秘密人生。香港，一个家庭在苦恼与突围之间的挣扎。我们看见他们毫不相干，也看见他们息息相关。迥异的世界，交叠的人生。3座城市，3个表面上毫不相关的人生，却被一条隐秘的线索巧妙串联。程耳特有的叙事风格一言可辨，那种不动声色却令人心生震颤的命运交错感，正是他在《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中玩得炉火纯青的手法。谈及程耳与王一博的合作组合，许多观众其实早已熟悉。两人在电影《无名》中曾有过首次合作，程耳也在《无名》路演时确认了与王一博的2次合作，并透露计划将这部新片打造成一部超级艺术片。如今重新备案，意味着此前的承诺终于落实到纸面之上。公开资料显示，人鱼早在2023年7月就获得了备案，并在2024年7月顺利杀青。这次重新备案主要是项目性质的调整，从普通国产故事片升级为中外合拍片，
同时备案号更新为影和利字2026第13号。在原有海南喜悦电影的基础上，新增猫眼微影文化和欢欢喜喜天津文化投资作为联合备案单位。值得关注的是，影片终审已完成，目前只待片方敲定最终档期。换句话说，这部影片距离正式与观众见面，仅剩一个官宣日期的距离。关于拍摄过程的细节，之前也曾零星流出。影片拍摄涉及大兴安岭极寒实景与水下特训，全程严格保密，几乎没有任何路透。王一博曾透露，这次拍摄过程异常艰辛，是他从影以来投入最大的一次表演。考虑到他平时话不多，这番话的分量可见一斑。演员阵容方面，除了王一博，还包括汤唯、王传君、黄多多也参演其中。这样兼具实力与人气的组合，加上成尔一贯追求艺术品质的执着，让观众对这部超级艺术片的成片质量充满了期待。至于上映时间，业内普遍认为暑期档或国庆档是最可能的窗口期，也有人推测，如果继续延期，或将推迟至年底甚至明年年初。不过，结合重新备案和终审完成的现状来看，档期已不遥远。从无名到人，于成尔与王一博的二度合作自一开始便备受关注。一个擅长用镜头讲述命运感的导演，一个愿意为角色全力以赴的演员，这次他们将共同交出怎样的答卷？所有影迷正在屏息以待。看到人于重新备案立项的消息，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终于来了，而是终于等到了。因为这部电影从立项开始就带着一种神秘感，它不像传统商业大片那样天天营销、频繁热搜，也没有大量路透和花絮去提前消耗观众的新鲜感。相反，它越安静，越让人好奇。而如今，当成尔、王一博、人、于这些关键词再次同时出现时，那种久违的期待感，真的一下就被点燃了。最让人惊喜的，其实还是故事本身。东北、河内、香港3个城市，3段人生，看似毫无关系，却被命运暗暗串联。光是这种设定，就已经很有成尔电影的味道了。他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把故事讲得多热闹，而是能让观众在安静的镜头里，感受到人性的重量与命运的回响。无名如此，罗曼蒂克消亡史也是如此。所以这次人于一公布剧情梗概，很多影迷立刻就懂了，这绝对不会是一部简单的剧情片，而是一部需要观众沉下心慢慢品的电影。而王一博出现在这样的作品里，其实比想象中更让人期待。这些年总有人低估王一博，总觉得他是流量出身，就天然和艺术片有距离。但真正关注过他的人会发现，他其实是内娱少有那种愿意慢下来熬角色、沉浸电影世界里的年轻演员。他不属于那种高产型艺人，也不喜欢靠曝光维持存在感。别人忙着一年拍3、4部戏的时候，他却能长时间不进组，把时间花在训练、体验和等待真正适合自己的角色上。这种选择，在如今这个浮躁的行业里，反而显得特别珍贵。尤其是无名之后，很多观众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王一博并不是只会演帅。叶先生那个角色，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克制，很多情绪不能说，很多痛苦不能喊，甚至连眼神都要压着演。偏偏王一博身上那种天生的冷感与疏离感，和成尔镜头里的氛围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炸裂式演技，但它会让人越回味越上头。所以这次人与再次合作，大家期待的已经不只是王一博演了什么，而是他会被成尔导演挖掘出怎样新的层次。而且别忘了，这次拍摄条件比无名还要艰苦。大兴安岭极寒拍摄，水下训练，全程高度保密，光听这些关键词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一部轻松完成的电影。王一博自己都说，这是他从影以来投入最大的一次表演。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其实很少主动强调辛苦2个字。他属于那种再累也闷头扛着的人，所以当他亲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反而让人更想知道他到底把自己逼到了什么程度。其实很多人喜欢王一博，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外形或者流量，而是因为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特别真的东西。他不像很多明星那样习惯用语言包装自己，也不擅长制造所谓的人设，他更像一个一直在默默和自己较劲的人。拍戏时拼命练习，赛车认真训练，跳舞反复打磨，哪怕已经站在顶流位置，也依旧保留着那种近乎倔强的专注感。观众能感受到他是真的想把事情做好，这种性格也让他特别适合成尔电影里的角色。因为成尔镜头下的人物从来都不是浮在表面的，他们安静、复杂、孤独，甚至带着某种命运般的悲凉。而王一博这些年最大的成长，恰恰就在于他越来越懂得留白。他开始学会不用力表演，而是把情绪藏进呼吸、停顿和眼神里。这种变化对年轻演员来说其实非常难得。再看这次的演员阵容，汤唯、王传君还有黄多多，每个人都自带鲜明气质。汤唯的文艺气息，王传君的生活质感，再加上王一博身上的冷冽少年感，光想象同框画面就已经有电影氛围了。很多人说人鱼可能不会是一部票房意义上的大爆电影，但它很可能会成为一部真正有后劲的作品。那种上映时未必轰轰烈烈，却会在几年后依旧被反复提起的电影。而对于王一博来说，人鱼或许也不仅仅是一部新电影，它更像是一次证明。证明他不是只能活在流量世界里的偶像，证明他愿意走一条更难、更慢，但也更长远的演员道路，更证明了在这个越来越急躁的娱乐环境里，依然有人愿意为了真正的电影表达去等待、去沉淀、去冒险。所以为什么人鱼还没上映，就已经让这么多人开始期待？因为观众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认真的电影了，也很久没有看到一个年轻演员愿意这样安静又执拗地往前走了。如果说无名让很多人第一次看见演员王一博，那么人鱼或许会真正让大家记住他。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